我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，提前知道3天后会有一个杀人犯在公寓里展开疯狂的屠杀。杀人犯猖狂的在我的房间里留下纸条，表示我是他最中意的猎物。我看着房间摇摇欲坠的大门，反手给装修公司打去电话。来呗，我把房间装成银行保险库，杀人犯能进来算我输。穿进这个故事后，我尝试过报警或者离开这间公寓，但都失败了，似乎无形中有股力量阻止我这么做。既然我走不出去，这杀人犯也别想进来。我直接打电话给了5家装修公司，要求1天内把家里的大门、窗户、地板等全部改成银行保险库才会用的那种。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？当然没有。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都知道，监控很容易被人动手脚，所以我找了9家安监控的公司，将6个全面隐形摄像头装在我的门口，让我的房门前再无死角。你以为这样就足够安全了吗？这还远远不够。当杀人犯尝试很多遍后，发现不能进入我的房子，气急败坏之下一把火烧了公寓怎么办？所以我另找了3家装修公司，在天花板上装上灭火装置，还找了消防把公寓里易燃易爆的物品全部给清出去。接着我又从消防队买了20个氧气瓶、5个灭火器、3个防毒面罩，以防万一。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？还差得远呢。房子虽然已经固若金汤了，可里面根本没有食物啊！万一那个杀人犯断掉了我的水电，把我堵上10天半个月怎么办？我吃什么？我喝什么？所以我又将大米、蔬菜、肉类、药品、桶装水等各种生活用品买齐3个月的份。接着我又找了4家不同的电器公司，帮我安装室内太阳能发电机。只要我省着点用，太阳能发电机还是能供应我的日常需要。你以为我房子牢固、食物充足就彻底安全了吗？还差得远呢。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这种小说的恐惧大部分来源于武力不足，所以我特地买了2只卫星电话、棒球棍、嘎猪的大砍刀、防爆盾等各种武器。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？不，当发生科学不能解释的情况时，往往需要玄学。为了以防这个杀人犯是非人类的情况，所以我找了10位主持和道长集齐1000张符，又把十字架、大蒜、圣水都批发了10公斤。就算杀人犯真是外国鬼，我也能砸死他。夜色渐黑，杀人犯要来了，而我把家里能想到的所有地方全部都贴上了符。为了防止我找的道长或者主持中有杀人犯假扮的，每样东西上我至少贴上2种不同的符。此时我的手机上突然弹出一条消息，猜猜我现在在哪儿？江，我来你家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随后划开那条消息，继续看起了视频。根据我之前看过的小说剧情，我隐隐能猜出主角的闺蜜应该不是人。此时闺蜜小娟的消息又弹了出来，文文好奇怪呀，我刚进来，楼管就忽然把大门给锁上了。虽然只过来3天，但我还是认得楼下楼管的长相，那明明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现在却变成了老头子。看来杀人犯已经混进来了。吓死我了！我正给你发消息，结果那个楼管忽然转身问我刚才在干什么。你不知道他长得有多丑，我根本不想理他，结果他直接攥住我的手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文文，你一定要投诉这个楼管，让他们公司给他罚钱。不过很奇怪呀，这个人问完你的房间号后，那个人不对劲儿，他身上有好重的血腥味。接着我就从监控上看到小娟慌张地跑上来，眨眼的功夫她就跑到我的大门前。救命啊！隔着厚重的大门传来细沉的惨叫声。透过监控，我看到门上似乎有人虎头小针，让她一下子从门上弹开。与此同时，门上的符咒冒出阵阵黑烟。看来这闺蜜果然不是人。文文，你的门上是不是沾了什么？痛死我了！没有啊，那我怎么会这么痛？算了，先不说这个了，你给我开下门。那个楼管很有问题，我担心你。不开。什么？楼下忽然响起咚咚咚的声音，就好像有人在剁骨头。闺蜜瞬间就急了，不停地让我开门。快开门呐！那个人真的有问题，我好害怕。我们待在一起不好吗？不开。什么意思？你让我一个人待在危险的地方，你还是不是我朋友了？现在不是了，有时间待在我门口，你不如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。闺蜜似乎是被我气到了，透过监控，她的脸都有些扭曲，物理意义上的扭曲。她又盯了一会我的房间门，眼中带着怨恨走开。与此同时，业主群忽然有人发消息：怎么回事啊？谁家大晚上剁骨头啊？有没有公德心啊？楼管也不管。就是也不知道花那么多钱是干什么用的，关键时候不管用。下一期的物业费我不交了。对不起大家，是我的错，我已经深刻反省了。紧接着他发来一张图片。杀人犯发的信息瞬间引起了躁动。什么意思？恶作剧，太过分了！我要投诉。楼管，你完了，吓着我家孩子了，我和你没完。这照片 P 的还挺真的。是我考虑不周了，现在我要登门致歉。603，第一个504，第二个201，最后一个就按这个顺序，大家没意见吧？群里并没有人回话，毕竟现在这种情况实在太诡异了。就在这时，楼管又忽然发出一条消息：哦对了，差点忘记404的住户了，刚才吓到您的朋友，非常不好意思，我先去您那里吧。这时几个业主私下里拉了个小群，他们互相讨论着群里刚刚的消息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我倒没有这个感觉，相反我很兴奋，因为我知道杀人犯是不可能进入我的房间。这时闺蜜突然给我发来消息：你看我就说那个楼管有问题吧，你还不相信？快点开门，我们在一起才更安全啊！
什么意思？那个楼管的话这么奇怪，再加上他都要来找你了，说明他肯定有问题呀。我当然知道他有问题，我问的是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楼管是在业主群里发的消息，闺蜜小娟可没有业主群。之后闺蜜再也没有发消息过来。而这时监控里显示一个陌生的身影走到了我的门前，赶人犯站得离门很近，似乎想要透过猫眼向里看。你好，我是来替班的楼管，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班，刚才不小心吓到你的棚了，能开个门让我给您道个歉吗？不用了，我刚和闺蜜绝交了，她现在在别的房间，你自己找吧。你这是不可原谅我了。求您开门吧，我是困难户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的。您是体面人，应该能理解我吧？我不回应，赶人犯就开始凶狠的敲门。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？觉得我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赶人犯神色变化，敲门的力度越来越大。突然，他停下了动作，脸上扯出些阴森的笑容。你不给我开门，我自己来开好了。反正这栋公寓的门就是块破木板。他抬起脚，狠狠地踹向我的大门，这一脚很用力，楼上楼下都听到了动静。看吧，在绝对的防御下，一切攻击免谈。赶人犯站在原地，看上去有些挫败。我闺蜜真不在这里，你要想找她，去那些空房间找吧。哦，她也有可能在某个住户家里。你们不是闺蜜吗？是啊，只不过刚刚绝交了，你快去找吧，可别让她跑了。好吧，谢谢您这么体谅我。门外响起模糊的脚步声，似乎赶人犯已经走远了，而我透过监控分明看到他在原地踏步。我猜到他想干什么，没出声。赶人犯停下脚步，慢慢靠近猫眼，猫眼里先是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突然，一张漂亮的女人的脸出现在猫眼里，赶人犯露出猥琐的笑容，紧接着她的笑容僵在脸上。猫眼内，女人面无表情，紧接着她竟然一点点撕下脸上的面皮，赶人犯直接被吓得摔倒在地，失声尖叫。而门内的我捂着嘴，笑得肚子疼。这其实是我故意设计的假猫眼，我很喜欢那种躲在自己设计建造的绝对安全的房子里，用一些小玩意儿挑衅危险的刺激感。或许有人觉得我这是在作死，其实并不是，我这是在犯贱。至于我为什么能做到这么谨慎和防备，也是因为我之前犯贱太多，拉了不少仇恨。但没办法，我喜欢犯贱成功带来的愉悦。门外，赶人犯惊魂不定，他又小心地朝猫眼看去，这次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好像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。他不知想了些什么，最后悄无声息地走开了。我撇了撇嘴，没意思，这么快就走开了，还赶人犯呢，这也太胆小了吧。此时刚拉的小群弹出了消息404，那个楼管有对你做什么吗？这个楼管不对劲，他身上都是血，那个年轻的楼管应该真的被他嘎了。我虽然爱看乐子，但也不能看这种活人被嘎的乐子，所以能提醒的就提醒，剩下的就看这些人的造化了。真的假的？完了，赶紧报警！苍天啊，我咋就这么倒霉呀？操，撞鬼了吧？怎么消息能发出去，报警电话却打不了？闻言，我立马用卫星电话试了试，发现怎么也打不出去。楼内的信息互通，楼外的消息传不出去，这不是信号屏蔽器能做到的。能做到这些的，或许只有我那个鬼蜜了。文文，你做了什么？你还待在你的房间吗？你知不知道那个赶人犯拉了个群，说你是女鬼？我看完闺蜜的私信，又去看那个小群，果然刚才还激烈讨论的小群，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。不对劲啊，原来的那个楼管居然发了段视频，可是我明明看到他嘎了呀。闺蜜甩过来一张截屏和一段视频，视频里的人正是那个年轻的楼管，他穿着常服和大家解释今天有新的楼管上班，业主们可以开门和新楼管熟悉一下。截屏则是赶人犯和其他业主拉的小群，赶人犯和业主们分析了一遍楼内出现的诡异情况，业主们从一开始的质疑和不相信，到最后他们惊惶的求助杀人犯。这个赶人犯太狡猾了，文文咱们还是待在一起比较安全，我去找你吧，你快点开门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这不是很明显了吗？你怎么这么笨？我是说，你为什么能知道那个小群里的消息，还有刚才业主群的消息，你为什么也知道？对面又沉默下来。这时，业主群忽然弹出消息：我已经找到603的业主了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接下来我会逐一检查的。没错，这个楼管人很好，大家放心吧。好的，收到。看到这几条消息，我非常肯定603的业主已经被害了。经常看恐怖小说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像这种语气突然变化的人物，多半已经是遇险，被凶手拿着手机冒充的。只是这另两个住户的语气也突然改变了，该不会他们已经被我那个好闺蜜嘎了吧？这想法刚冒出，门外忽然传来悠悠的喊声：文文，我是小娟啦，快开门呐，我来保护你了，你不要害怕。隔着厚重的门板，小娟的声音依然散发着阴冷味儿。我环视整个房间，每一个地方都被我用符咒照顾到了，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我放下心坐回去，突然动作一顿，不对，还有个地方被我忘记了。504，我们已经到你家门口了，快点开门吧，让我检查一遍，这样大家才能安心。是啊，快开门吧，我们已经到你家门口了。不开门吗？没关系，我有整栋楼的钥匙哦。过了几分钟，一连串的消息被顶了出来。怎么回事？是谁嘎了504？是谁嘎了504？一连4条信息，可以看出赶人犯已经很慌张了。咋会这样？他刚刚还在和我聊天呢。201，你别动，我们马上去找你。这件事太奇怪了。又过了几分钟，怎么会这样？201，
怎么会也嘎了？是谁？是谁嘎了他？404是不是你嘎了？504和201是不是你？不对，你没有机会的了。短短几分钟，504和201居然都嘎了，可他们明明刚刚都还在发消息，这些人显然不是嘎人犯做的，毕竟他现在恐怕都要疯了。门外，小娟突然发出笑声，悠长又阴森。开门呐！文文，你不是说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吗？我没有理会门外的诡秘，算着时间，果然在楼梯口看到了浑身是血的嘎人犯，他快步朝我的房间冲过来，诡秘小娟也注意到了他，一个闪身就在监控里消失了。切，没意思，我还以为能看到嘎人犯大战贞子的画面呢。是你在装神弄鬼是不是？那个猫眼是你做的手脚？504和201也都是你趁我去603的时候嘎的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提前知道我会来？回答我啊！嘎人犯不停地敲门，动静越来越大。你不说，呵呵，没关系，只要进去撬开你的嘴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这么说着，嘎人犯开始对我银行保险库级别的大门和墙壁下手了，又踹又踢，用武器砍，愣是没有一点变化。监控里，嘎人犯累得手抖，门内我看得高兴，开了瓶冰阔乐。就像3只盖房子的小猪故事一样，我就是躲在砖房里的第3只小猪，任凭大灰狼想尽各种办法，也没办法进入我的房子。这种绝对安全带来的满足和安逸感，只有体会过的人才明白。嘎人犯显然也意识到这样根本不行，他脸上咧出变态的笑容。你以为这样我就进不来了吗？窗户、下水道、天花板总是有漏洞的。嘎人犯迅速消失在监控里，我拿着冰阔乐坐在沙发上，心里隐隐有些兴奋。他会先选择哪个呢？不过不管他选哪个，最后都不会成功的。很快，厕所的下水道传出动静，我立马窜到厕所。先选的下水道吗？厕所的下水道叮叮哐哐地响了几下，却没有任何变化。最后，嘎人犯像是泄愤一样，狠狠敲了下下水道，厕所就又恢复了安静。我晃悠着可乐走出厕所。这栋公寓的下水道有问题，很可能被有心人利用，爬进业主屋内。只不过这些隐患早就在我穿过来的第1天解决了。接着，天花板又叮叮咚咚响个不停，但嘎人犯还是没有成功。最后，我来到窗前，一根绳子从楼上垂下来，嘎人犯缓缓爬下来。看到我后，嘎人犯愣了一下，随后表情嚣张地开口，隔着防弹隔音窗，我只能凭着口型才能知道他说了什么。你给我等着！嘎人犯果然身手了得，掉在半空，还能把我的窗户砸得砰砰响。只不过是看着吓人而已，我的窗户连条划痕都没有。看着嘎人犯那挫败的表情，我再也忍不住脸上的笑意，指着窗外的他哈哈大笑。嘎人犯脸色铁青，他看我一会，突然裂开个丑陋的笑容，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。他以为会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可还是失望了。我的笑容没变，甚至还打了气嗝。嘎人犯握紧打火机，想要爬上去，结果就在抬头的时候，动作一顿，表情都凝固了，似乎上面有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。紧接着，他手里的绳子一松，整个人瞬间掉到楼下。不过眨眼的功夫，楼下的地面被鲜血染绿，而我只是看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，差点忘了我还有个鬼密友呢。悠悠的鬼声自远飘近，带着让人心惊的空灵感。文文，开门呐！已经没事了，我们一起去报警吧。开门呐，文文，我已经把那些东西都解决了，只有你一个了，你不要害怕。文文，你应该相信我呀，我不会害你的。小娟持续在叫魂，我又试了几次卫星电话，发现还是打不出去。看来只有解决了小娟，我才能出去。只不过我为什么要出去呢？反正这屋子里的东西够我生活很久，还是躺平吧。我躺回沙发上，找出喜欢看的综艺，配合着小娟的鬼叫，我看得津津有味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小娟的声音带上了深深的怨气。文文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这个朋友，可你居然这样对我，那我只好硬闯了。门板发出被指甲划痛的嘶嘶声，我立马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门上的符咒也开始发黑，我拿着一麻袋的符咒在门口等着，等小娟费力解决掉一张符咒，我立刻就补上一张。就这样，我们僵持了1个小时，小娟身上的黑气也消散了很多，而我的符咒还是有一麻袋。小娟的声音虚弱了很多。哼，你以为有那几张破符就能挡得住我吗？你以为我只能走大门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间房子只要是没贴到符的地方，我一样可以进去。文文，我马上来找你。说完，小娟的身影就在监控里消失了，同时窗户上的符咒冒出黑烟，随着一声惨叫，厕所镜子上的符咒也冒出黑烟。我站在房间里，手拿着一麻袋符咒，看着房间各个角落时不时冒出黑烟。过了2个小时后，小娟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，她变得虚弱了很多，表情恶狠狠的。你丫的，你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符？小娟脸上已经没有身为鬼的阴气森森，她在监控里气急败坏的跳脚，随后她的动作一停，直勾勾的看着大门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嘴角勾起得意的笑容。就算你有符，但有个地方你绝对不会贴的，只有一次的机会了，我一定要把你带走。我看着监控，还没听清小娟的话，就觉得眼前一晃，紧跟着脑门上的符咒瞬间化为灰烬，同时耳边响起凄厉的惨叫。你个狗东西，怎么还在自己脑门上贴符啊？噗嗤一声，那种阴森森的氛围消失了。我试了下报警电话，发现可以打出去了。幸好我刚才检查房间的符咒有没有贴全时，发现自己竟然是这个房间的漏网之鱼，所有东西都贴上符了，怎么能把我这个大活人忘了呢？对待玄学问题，就要有非常规的脑回路。丁，系统检测完毕，绝命公寓已通关，满分通关，获得特殊道具。
绝命公寓楼解锁一间，获得传说守卫、幽灵女鬼、屠刀嘎人犯通关奖励，储存背包满分通关奖励未选择，下一关纸醉金迷。啥玩意？脑子里突然响起一串电子音，眼前的画面也变得模糊扭曲，我眼前一黑，昏死了过去。等我再睁眼时，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看来我真的像电子音说的那样，穿进了一个游戏里。我心中的疑问很多，但我还是先把注意力放到选项上。请玩家选择满分通关奖励，游戏将在5分钟后开启。这次的关卡叫纸醉金迷，似乎是和谜有关。那选项对我来说是利还是弊呢？我心里正纠结，眼前的电子面板却忽然一变。玩家思考时间过长，系统随机选择。恭喜玩家获得10亿吨黄金。我的法克，系统你个老六，明明还没过5分钟，你怎么比我还会犯贱？我气得想要捶爆眼前的虚拟屏幕，可面板又忽然发生变化。关卡纸醉金迷开始，生存时间30天，祝您顺利活下来。面板咻的一下消失，同时我手里出现一张黑卡，10亿吨的黄金就放在这一张卡里了。还有那些空间出品的道具，我要怎么使用？储存背包有100格储存格子。嚯，看来空间出品确实厉害。那我刚才岂不是应该选帐篷或者木棍？大意了。片刻后，我换好衣服，准备出门观察一下情况。打开大门，发现外面居然是一座烂尾楼。原来这就是系统说的只解锁了一间房。我收回道具屋，迅速走到大街上，同时拿出手机搜了搜最近新闻。这外面的世界看起来似乎和我原来的世界没什么区别呀，没有任何异常，甚至大家的工资都涨成原来的2倍，看似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。这样的世界怎么会变成生存地狱呢？想不通的问题太多了，我干脆不想了。生存无非就是2样，安全的住所和充足的食物水源。那我直接把房子改造成防核弹的末日安全屋不就行？现在的行情越来越好了啊，物价便宜，大家的工资又高，这日子有盼头啊。虽说不是您，我儿子说趁着现在行情好，赶紧买套房呢。别啊，现在买就亏了，把米存一存，以后好歹有存款啊。我默默记下他们的话，毕竟这几个大妈行为简直就像 NPC 在给玩家提示信息一样。前往商圈的路上，我听到了人们各种各样存米的想法，这或许就是系统想要提示玩家的。只是存米有什么不好的吗？为什么要反复提醒我们？商场里闲逛的人很多，买东西人却很少，明明物价很低，却根本没人买东西。同时每个人嘴里都在念叨着存米，这个世界绝对有问题。现场有没有玩家？我是新手，咱们一起包团吧。男人神情慌张，似乎看起来真的是新手。只是奇怪的是，明明男人行为诡异，商场里的人却像是没听到他的话一样，继续闲逛。事有蹊跷，我学着大多数人的反应，不抬头也不回应。这时有个女生走到男人面前，那个，或许我知道你说的东西。我想我们应该是一样的。3人很快就熟络了起来，而我则默默地收回了视线。那个女生应该真的是新手，而那2个男人对视时的眼神，绝对不是第一次见面的人应该有的。2个认识的人做戏骗新手小白，说他们没有坏心思，鬼才信。为了防止被玩家注意到，看来我得换个方法囤货和装修房子。排队时，一个女生突然插队到我前面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比较着急，让我们先吧。插队的女生嘴上道歉，脸上却毫无愧色。小文，走慢点，现在才第1天。阿虎，你总是这样打线条，小心我给你吃30天的西兰花。与此同时，刚才的中年男人十分激动地走了过来。居然真的是蔷薇工会！天呐，我很崇拜你们，能不能加入你们啊？很好，现在是4个人挤到我前面了，这群家伙是不把我当人了吗？我们不收人，而且你们插队，退回去。切，你个插队的人，还好意思教训别人？没事的，沈会长，这人也听不懂我们说什么。说起来上把游戏，沈会长又拿第1了吧？你一直都是我偶像啊！听到中年男人的话，3人脸上一僵。上把游戏我不是第1。中年男人表情瞬间就呆滞了，显然没想到自己拍马屁居然拍到马腿上了。行了，你赶紧去后面排队去。面对阿虎的驱逐，中年男人只能灰溜溜的离开了。对此，我只是毫无反应的低着头排在3人后面。你也是玩家对吧？是那个沈会长的声音，我没动也没回答。老沈，你太谨慎了，这一看就是 NPC 啊！如果是玩家，肯定会马上囤货啊。话说回来，那个超越老沈的神秘玩家到底是谁？是谁不重要，遇上了清除掉就是。3人渐渐远离，而我则轻轻地抬起了头，幽暗的视线盯着那3人。清除我？那我就只能先把你们清除掉了。出了商超，我找到办假地方，让店主给我办了个防空洞开发项目负责人的证明。拿到证明，我立马找了4个施工队。这次我要把道具屋建成可以抵御核弹的防空洞，而加固房子肯定会引起玩家的注意。可如果我是直接建防空洞的项目开发人，那肯定就不会被玩家怀疑身份了。另一边，我又同时联系了几家工厂和农场进货，理由是要开超市，哪怕囤货和建房子再谨慎小心，也一定会被那些玩家注意到。既然这样，我干脆大张旗鼓的干，反倒不会有人怀疑。夜晚，我用手机仔细的查了一下这个世界的新闻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原来这个世界曾经爆发过很严重的经济危机，甚至还引起了战争。最近几年内，经济才慢慢缓上来，怪不得这里的人这么喜欢存米。而我也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危机到底是什么了。在前期看，物价下跌或许是好事，可跌到一定地步，很多资本宁愿让货烂在手里，也不卖出去。就比如那个很有名的倒牛奶事件，等通货紧缩到一定程度时，就会引发社会动荡，到那时，整个社会就像灌满燃油的爆炸桶。看来我动作的快一些了。现在的和平只不过是系统迷惑我的假象。我可以将道具屋偷偷放在防空洞里面，让工人装修防空洞的时候，顺便装修好我的道具屋，这样就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了。只是等我第2天赶到防空洞的时候，却发生了意外，工人被人从里面扔了出来。什么施工队，赶紧给我滚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
领导，咱们现在这种事难道还要我亲自出马？是，我们马上处理好。说罢，几个头头招呼了几十个工人朝防空洞走去。很快，4人帮就被几十个工人赶了出来。那4人面色铁青，可面对这么多人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离开。哼，不是喜欢搞特权，不是喜欢高高在上吗？不是说要清除掉我吗？那今天就先教教你们如何做人。领导，咱们是这个防空洞是人防级别的还是？我要建的是防核级别防空洞。防空洞的墙壁要 C130混凝土一体浇灌，墙内嵌钛合金钢板，40毫米螺纹钢和20毫米螺纹钢搭筋，用铝热级焊接。我的要求惊得4个施工队负责人张大了下巴。不愧是防核防空洞，果然不一般。这哪是不一般啊？这都要接要塞了吧？材料和设计的事你们都不用担心，只要能在我规定的时间完工就可以。几个施工队负责人连连点头。接着我偷偷的把道具屋打开，便立马让4个施工队开始工作。同时我还电话联系供货商那边，让他们抓紧准备好物资。空间背包确实好用，只是一个格子只能放100种相同的东西，实在可惜。如果能不限种类的存放就好了。正遗憾着，我忽然发现单独占据一个格子的背包里放了4、5种不同种类的物资，我的思维瞬间就打开了。如果一个装着不同种类东西的背包只占据了一格空间的话，那我完全可以用一种容积更大的物体装不同种类的物资。至于大容积的物体，还有什么比集装箱更合适呢？空间背包一共100个格子，每个格子可以储藏100个相同物品，也就是说，空间背包可以储存1万个集装箱。我连忙赶到供货商的仓库，还让人加急送来了一个集装箱。我要验证一下我的想法。仓库里，我把集装箱装满后，心神一动，眼前的集装箱立刻收进了空间背包里。装成不同物资的集装箱确实只占据了一个格子，看来我的猜想没有错。我内心狂喜，离开仓库后，我立马让供货商加急给我定制1万个集装箱。接着，我马不停蹄地在本市找了几个主持和道场，让他们召集人画了几万张符。凭我现在手上的库存，哪怕以后真的穿到什么魑魅魍魉的世界，我也可以直接发动符战争，打得那群妖魔鬼怪烟消云散。我正在做着各种生存笔记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冒出电子面板，检测到道具屋坚固程度达60%，获得系统奖励，全屋坚固度增加10%。我这运气简直就是欧皇嘛！不愧是金色传说级别道具，果然逆天。我立刻给施工队长打去电话，告诉他防空洞所有房间的内饰都要按最高级别的总统套房安装。一个电话的功夫，我又花出去近亿的定金。接下来几天，末日爆发进度来到了17%，可第4天竟然又退回了15%。游戏进度倒退，就意味着灾难程度降低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昨天我老板说经济不好要开始裁员了，真愁人。哎，我也一样。我看西边那块有好几个工程队，咱们要不要上那用心的工作？哎，你们想去人家还不要呢。我表弟就是干工程的，他说城西的工程队给的工资可高了，就是不招新人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对游戏进度隐隐有了猜测。接下来，我发动了超能力，找到各个农场和工厂的负责人，按市场价买下他们滞留的全部货物。第2天末日爆发进度从33%降到了32%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因为我的超能力，灾害的严重度被降低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大量的投钱花钱，扶持各种科研团队，让他们在医学、农学、建筑学等各种实用学科给我制造各种物资。凭着我过人的超能力，硬是把30%的游戏进度拖到了第20天。第21天凌晨，游戏进度猛地发展到70%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，金钱纸币瞬间变成废物。而我则趁着天还没亮，跑到游戏第1天的烂尾楼。进入楼道后，我敏锐地察觉到似乎还有别人在这里。我立马找了一个空房间，召唤出道具屋，一瞬间，只有水泥架的空间变成豪华的总统套房。道具屋墙体全都采用最高科技，防火防水保温隔热隔音防虫，各种功能具备。而我窝进柔软昂贵的沙发中，打开超大屏电视，播放起《甄嬛传》。另外一边4人帮面色凝重地看着监控。楼下那个你们打算怎么处理？我下去把他赶走。不用，赶走会暴露我们的位置，就把他留下来，必要时推出去挡锅。不过你们不觉得楼下那人我们好像见过吗？什么时候？刚进入游戏的第1天，咱们囤货的时候文文撞到过一个人。3人瞪大眼睛重新去看监控，却还是没认出监控里的人。会不会是你记错了？别拿我和你相提并论，这个人很有可能也是玩家，只不过当时欺骗了我们。好谨慎的心思，或许他就是超越阿姨的那个神秘玩家。此话一出，房间忽然静下来，4个人眼中闪着莫名的暗光。第2天，真正的动乱开始了。我通过望远镜看到了无数的人开始了零元购，整个世界陷入了混乱。这时，在超市遇到的抱团3人组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和我当时感觉的一样，那2个男人确实不是新手，也不是什么心善的人。这2个男人一瞬间就了结了女孩，而那个女生的身体短短几秒钟就消失在了原地，同时地面上爆出一堆东西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爆装备？不仅允许玩家互相撕嘎，甚至死去的玩家还会爆出装备，这简直就像鼓励玩家自相残嘎一样。这个游戏果然比我想的更凶残。神意敲响面前的大门，这声音，这感觉绝对不是这栋烂尾楼大门该有的。难道是里面那个玩家的道具？沈毅眼中闪过暗光，清了清嗓子，朝里面喊道：“你好，我叫沈毅，也是来这里避难的人。不介意的话，我们要不要联盟？我们知道一些消息，或许对您有用，我们一起交流交流吧。”低级，太低级了！骗人的手法和之前的葫芦男2人一样，鬼才会理他们。我不再关注他，
专心看起了我的《甄嬛传》。门外沈毅坚持了一会儿，终于还是离开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四人帮每天下来一个人到我门前问候，换着法子想和我套近乎，我一概不理，这么锲而不舍，肯定是他们注意到什么，眼馋我的东西。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给予我的东西，所以我决定给四人帮添个堵。只是还没等我给他们制造麻烦，麻烦却先找上了门。几个凶神恶煞的中年人拿着武器走进了这栋楼，用力地敲响了我的门。里面的王八羔子听着，赶紧把门打开，要不然别怪你爷爷不客气。几个壮汉嘴里骂骂咧咧，声音喊得震天响。我通过监控看了一会，就掏出之前复印好的纸挂到无人机上，走到窗前，却发现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一个千纸鹤。一个千纸鹤凭空停在空中，正对着我的屋子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四人帮搞的鬼。门外那几人能到我这里来，肯定也是楼上那四人透露的消息，祸水东引，还想探我虚实。好，那我就直接让你们引火上身。幸好我的窗户做了隐私处理，是无法从外界看清我屋子里的情况的。我换了个房间，放出无人机，无人机飞向混乱的城市上空，烂尾楼的地址还有四人的相貌被我打印出来，用无人机在这座城市上空散发。很快，大批大批的人涌到了烂尾楼。该嘎的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不会是楼下那人捣的鬼吧？不可能，吸引这么多难民过来，我们自保都费劲，他能保证自己会安全？谁说不可能？他手里的道具那么奇怪，我就说不要轻易去招惹下面那个人了。少马后炮了，你不也好奇他那个道具到底是什么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，先解决那些难民。楼下那人，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充满戾气的人很快涌进了烂尾楼，这一夜特别热闹，不光顶楼受到了围攻，连我也被那些难民盯上。只不过任凭他们想尽办法，不管是砸门还是砸墙，又或者是砸天花板、地板，都没在我的道具屋上破开小洞。能抵御核弹的建筑，要是被普通人手上的武器破开了防御，那就是笑话了。一夜过去，难民围攻失败，我的房子安然无恙。可楼上四人的情况不怎么好，他们之前存下来的道具用了七七八八，才打退了那些难民。距离游戏结束还有10个小时，四人帮却忽然出现在我的大门前。这四人直接拿着各种道具开始攻击我们的大门。朋友，我们是诚心想要和你认识的，可你一直不愿意，我们只能这样。如果你现在开门，我们立刻就停手。之前做盟友的说法也还算数。沈毅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气得我牙痒痒。开门是不可能开门，我现在只想打他们。四人帮见里面迟迟没有回应，便立马用出仅存的攻击道具。经过昨晚的事，四人帮也看出我的道具非同寻常，打算拼上最后的家底，也要拿下我的道具屋。我心里不算太紧张，就算是系统出品的道具在逆天，我对自己能防核弹攻击的道具屋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最后几分钟，四人帮已经用完所有的攻击道具，除了让我的大门多了点灰外，没让我的门留下一点划痕。而我决定送点礼物给他们，这可是我花大价钱才从黑市买的东西。烟雾散去，露出了几人狼狈的身影。是防御道具吗？看来下一个世界要再给道具屋升个级，增加点非常规武器了。玩家陆建森满分，通关纸最亲民，游戏排名第1，通关奖励升级单，完成支线任务获得额外奖励。下一关地狱列车。地狱列车已开启，投放玩家已就绪。我眼前恍惚了几下，再次看清时，我已经来到了游戏世界。我站在空荡荡的街道上，路灯不停地闪烁着，身后是看不清的漆黑。经常看恐怖小说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这样的环境，我这次多半是穿进了有很多灵异事件的游戏。没有一刻犹豫，我直接找出几张符咒贴在身上。当前所处站点为幸福站，玩家需搭乘地铁前往终点站，地铁10分钟后开启，未登上地铁的玩家即可抹杀。又来了，这个催命的系统，顾不上吐槽和害怕，我迅速朝地铁口跑去。就在我进入地铁口的那一瞬，耳边忽然响起悠悠的女人哭声，似远似近。我的孩子，我要我的孩子！我身上冒起一层冷汗，眼睛快速扫过前面的一切，什么也没有。听到的哭声却越来越近，这样的情况就只有一种可能。我拿出一面镜子，向后一照，一个神情疯癫的女人就站在我身后不到半米的距离。她漆黑的眼珠透过镜子与我对视，我浑身汗毛立起。龟壳来，嘎人犯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孩子？女人直接就被打到了墙上，打人犯面无表情地收回手，我拍了拍狂跳的小心脏，幸好我的反应够快。你有看到我的孩子了吗？我掏出一把符纸，同时回答道：我没看到什么孩子。女人动作一顿，眼睛闪过红光，回答错误，妈妈不喜欢撒谎的孩子，妈妈要吃掉一条手臂。女人牙齿发出巨大的咔咔声，我立刻指挥打人犯制住那个女人。如果不是被打人犯控制着，恐怕这女人早就扑到我身上了。我也没惯着她，符纸哗哗的朝她脑门上贴，一点也不手软。女人的表情痛苦，身体剧烈的抖动，眨眼的功夫，她头上的符纸纷纷烧掉，女人瞬间就灰飞烟灭了。看来符纸对付这个世界的鬼怪一样有用，之前10几位主持和道长的功力果然可以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忽然注意到地板上有一片发光的碎片。特殊道具，迷失妈妈的问题。我用符纸包裹着碎片，小心翼翼地捡了起来，才发现这个碎片是缩小无数倍的女人人头。获得特殊道具，可装备在一切道具上，具有攻击属性。攻击属性，我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没想到还有个意外之喜。死去的怪物会掉落道具，道具可以装备在道具屋上，装备在道具屋上等于我的安全指数会上涨。所以打怪就等于提高我的安全。刚刚我还以为这个游戏世界恐怕没有加固道具屋的机会了，没想到惊喜来得这么快。我心里高兴，但也没忘记其他重要的事。我连忙进入道具屋，装备好碎片，再从背包里找出2把武器，把一大把的符纸缠绕到上面。我前后挥了挥，确定了2把武器挥起来的范围能护住我。
萌萌，一会我话还没说完，就忽然被道具屋弹了出来。该游戏世界属性特殊，道具屋开启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，每隔5分钟刷新一次状态。我被老六系统气得跺脚，却也没办法。距离地铁到站还剩下6分钟，顾不上其他，我加速跑去。跑过长长的通道时，注意到墙上印着几个大字：众志成城，万众一心，很有上世纪的感觉。放在现在的地铁上很突兀，我留意的放在心上。赶在最后2分钟，我终于跑到系统指定的站点楼梯，迎面吹来一阵凉风，带着股刺鼻的血腥味，像是突然打破了墙壁，一直静谧的空间忽然响起此起彼伏的惨叫声。我脚步一顿，掏出刚刚在道具屋改造的武器。我拿着武器上下不停地挥动着，防止有从背后、脚下、头顶或者其他四面八方想要偷袭我的怪物。万事俱备，我手上的动作不停，小心翼翼地从楼梯拐角处走出来。站台的地面上洒了不少鲜血和断肢，下面大概有几10个人，全都一边尖叫一边朝楼梯跑来。第一个跑上楼梯的人还没来得及露出笑容，就被一根黑刺洞穿了身体。杀袭那人的东西是个3米多高、全身漆黑的非人类怪物，一口将尸体吞下。怪物离我不过5、6米的距离，但我根本顾不上害怕了，因为此时我的身后有一个巨大的身影正朝我悄悄靠近。我连头都没回，直接朝后面撒了一把符纸，身后立马响起怪物刺耳的尖叫声。我退远几步，危急时刻，手上的动作还是没有停，被符纸沾上的怪物痛得在地上打滚。我觉得我真应该给那10几位主持和道长磕一个，居然连物理攻击体系的怪物都能消灭，好服，钱花的值了。很快，吓人的怪物就变成了一个缩小了数倍的怪物模型。获得特殊道具，具有攻击属性。很好，有几10万张符纸的我来到这个游戏世界，简直就像来非人类攻击属性道具商店进货一样，还是0元购的。我扭头去找刚才下面的怪物，结果连影都没见着，下面的尖叫声没有停歇，我赶紧趁乱下去，没准还能捡个漏。原本我以为被传送到这个世界的玩家多少也有和怪物抗衡的能力，没想到结果完全是怪物单方面的虐杀。在3只黑皮怪物手上，几10个人类勉强保住性命，其中大多数拿着发光道具的应该是玩家。巧的是，这群人中居然也有上把游戏炮轰我大门的4人团，应该是因为上把游戏用尽了道具，现在的4人团狼狈的不行。快想办法，这样下去我们根本等不到地铁到站了。这次的游戏怎么这么难？居然连和平期都没有。我想起来了，进地铁的时候，指示牌说过有困难找保洁阿姨。保洁阿姨怎么找啊？大厅乱成一团，我缩在角落里，尽量不让别人注意到，同时双手上下不停地挥动着。经常看恐怖小说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像这种场景，很可能有怪物从地底下伸出手来，把人类拽到地面下。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长时间站在一个地方。不过，就算我谨慎地躲着，还是有人朝我的方向逃过来。救命呀！救命呀！众所周知，在恐怖故事里，只要逃跑就一定会摔倒，而怪物眨眼之间也来到了我俩对面。怪物朝着我俩张开狰狞的大嘴，恐怖的吼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我扬起手中的武器，狠狠抽在怪物的头上。刷牙了吗你？武器上的几张符纸粘在怪物头上，怪物瞬间痛苦地挣扎了起来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得忘记了反应，而我则一边盯着怪物的反应，一边掏出符纸往地上的女生额头上贴了2张。看什么看？给你也来2张。经常看恐怖小说的朋友们都知道，像这种人物最有可能是最后被刺的角色，也有可能是高级怪物假扮的，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所以即使女生贴上符后没有任何反应，我也和她小心地保持距离。被贴上符的怪物很快就灰飞烟灭了，我从地上捡起怪物模型，就迅速远离刚才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那群人找的保洁阿姨也终于出现了，几个闪身就处理掉剩下的2只怪物。死里逃生的人看到这一幕忍不住欢呼。我仔细看了下，保洁阿姨杀死的怪物并没有特殊道具的掉落。丁，地铁有30分钟到站。站点响起广播音，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这时，保洁阿姨忽然走到刚刚打电话的男生面前，声音诡异又苍老：2只畸形怪，报酬是2根手指。刚轻松下来的氛围瞬间凝固，那个男生也愣住，随后脸上是止不住的惊恐。神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还要报酬？保洁阿姨没有回答，只是左手一挥，男生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齐齐消失。我的手。期待与你们的下次合作。保洁阿姨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消失了。居然你撑住啊！地铁上寸头男扶着被切去手指的男生，其他人看着他们，全都往后退了几步，眼里尽是恐惧和后怕。你们谁是治疗师？救救我朋友吧！我敏锐地捕捉到治疗师这个词，其他人相互对视了几眼，最后是之前倒在我脚下的女生站了出来。她拿出一个的玻璃瓶，玻璃瓶瞬间冒出白光，而徐然的左手也瞬间止住了血。虽然2根手指没有长出来，但命算是保住了。我惊讶地瞪大双眼。好东西啊！难道治疗师可以自己制作药品？徐然2人不停地感激那个女生，车厢内的气氛也缓和下来。还是兄弟你机灵，要不然我们还真没法从怪物手下活下来。是啊，也幸好咱们遇到了蔷薇工会，帮我们拖住了怪物，我们才能等到徐岩打电话。对，这把匹配到大佬了，大佬带我们。大部分玩家恭围着4人团，4人团全员紧皱眉头，并不像之前那样表现得很轻松。我们各自努力吧。对了，刚才杀死第3只怪物的人是谁？所有人相互看了一圈，最后视线落到我身上。谭文文眼睛一亮，是符纸，太好了，正好用来对付这个世界的怪物。朋友，我们
么蔷薇公会可以向你借几张符纸吗？有了他们打头，其他人纷纷效仿。我也要借几张，咱们交个朋友，以后的世界互相照应。对，我也是，我的能力还不错，以后你有麻烦尽管来找我。以蔷薇公会为首，大半人围在我身边，对我伸出白净的手面。蔷薇公会什么狗屁名字，空手套白狼也不是你们这么不要脸的做法，符纸一张也不借，赶紧滚吧！蔷薇公会的人脸色骤然变得难看，刚刚巴结他们的男人冲过来想抓住我的衣领。找你借东西是看得起你，信不信我直接把你扔下去？就是明明有这么多符，一张都不肯借给我们，真自私。跟这么自私的人废什么话，直接抢过来，看他被怪物盯上之后还敢不敢这么嘴硬。大部分人看着我手里的符纸跃跃欲试，只是还不等他们动手，一个穿着黑色工作服戴着面具的站务员突兀出现在人群中，车厢顿时变得死寂，所有人的额头冒出冷汗。为维护地铁安全文明的规定，地铁内禁止大声喧哗，违令者交由站务人员处罚。现在请二位和我去趟值班室。被指到的男人脸色青白，颤抖地往后退去，站务员直接拎起他，随后转头默默地看向我，我耸耸肩，无所谓地走了过去。之前倒在我脚下的女生面露不忍，却也没有说什么，一连穿过5个空车厢，终于走到了所谓的值班室。被拎着的男人吓得浑身发抖，一身的尿骚味。值班室里一双发红的眼睛聚在我身上。现在我们要对二位做出处罚。站务员话落，不，我不要死，快给我把符纸给我。男人伸手来抢我的武器，我们俩一拉一扯间，武器上的符纸纷纷被撕落。等到武器上的符纸毁得差不多时，我松开了手，男人庆幸地夺了过去，还没来得及露出笑容，就被一只手洞穿了身体，男人的尸体轰然倒下，身后的站务员一拥而上。刚刚的站务员看向我，眼里流露出贪婪和嗜血。现在您有5秒钟恐惧的时间，而我们会在这之后吃掉你。后面沾满新鲜血肉的站务员一起扭过头，看向我的眼睛里全都充斥着恶意。一道白光闪过，我手中出现一架奇怪的炮筒，我眯眼微笑。现在你们有5秒钟向我道歉的时间，而之后我会把你们轰成渣渣。改良过的炮筒射出符文炮弹，凑得近的站务员直接被炸成了灰。值班室内，符纸洋洋洒洒地落下，剩下的站务员痛苦挣扎，最后慢慢变成10几个道具模型。痛苦的嘶吼声散去，值班室内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没有掉以轻心，对准地上的模型，值班室的墙壁、地板、天花板又来了几炮，确保没有一个落网之鱼后，我才捡起地上的10几个模型。来到这个世界不到半个小时，我已经收获了15个攻击型道具。刚刚我还在想，下一个世界一定要给道具屋装一些反击的攻击手段。现在有了这些道具，不比装什么手枪、电网之类的强很多。地上的符纸我也没有捡起来，只是拿出扫把扫到了外面的空车厢。只要有怪物试图从这里钻进来，直接送个灰飞烟灭大礼包。咱主打的就是恶心人。做完这些，我也没回之前的车厢，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，开始复盘之前的信息。此时，前面的车厢忽然爆发出巨大的尖叫声，我探头去看，几人朝我这边跑来。跑进我所在的车厢时，那几人震惊地瞪大双眼，似乎是意外我居然还活着。快跑！那个年轻女生伸手拉我，我侧身躲过，这才看到追着他们的到底是什么？一群没有眼睛的怪物。他们张牙舞爪，踏进车厢时，立马就被脚下的符纸烫得嗷嗷大哭，最后化为灰烬。我毫无心理负担地用符纸捡起地上的3个模型，其他几人则惊魂未定，只有那个叫徐然的还淡定些，一边道谢一边给我递来5个小钢球。不知道怎么称呼，刚才幸好有你的帮忙，我们才能脱险，这个请你收下。我退后了几步，身体时刻防备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徐然脸上闪过疑惑。这是炸弹珠，我的职业是爆破师，这5颗都是蓝色品质的，我一直没舍得用。职业是和他的治疗师一样吗？对啊，你应该是玩家吧？难道你不知道自己的职业吗？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系统的面板上好像说过我是愚者。干劳6系统居然骂我是笨蛋。这个你要吗？东西我要了，但是先放在你那里，要用的时候我再找你拿。我怎么可能轻易收下陌生人送我的东西呢？接着就带着3人回到了之前的车厢。原来的车厢此时已经乱得不成样子，看起来至少嘎了7、8个人。幸好有人叫来保洁阿姨，把所有的怪物都清理干净了。你们怎么还活着？运气比你们好点吧。其余人的眼神顿时变得复杂，这时他们身前却忽然闪过白光，紧接着几样物品凭空掉落。这次职业产出居然刷新的这么快，应该是因为这次世界比较特殊吧，恐怕接下来的站点会更麻烦。车厢内的气氛再次凝重下来。那个，我记得站务员之前说过车厢内要保持安静的，那这次为什么没有站务员过来？难道是这趟列车里进了比站务员更可怕的怪物？其余人闻言瞬间汗毛直立。各位应该都明白了，这次的世界比之前的世界危险很多，所以我们最好团结起来，要不然我们恐怕很难从这个世界活着出来。沈会长，你是大佬，我们听你的指挥。对，大佬，我的小命就靠你了。那咱们也别吝啬手里的道具了，都拿出来互相分享着用吧。附和审议的几人痛快地交出道具，很快4人团走到我面前。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，但这次的世界特殊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，你觉得呢？我往后退了5步，保持着安全距离。我不交任何东西，你们也不用保护我，就这样。你真要这么自私利己？你都知道我自私利己了，还来找我，你是不是有病？算了，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。4人团去收其他人的道具，除了我外，只有3人没有交出道具，而我则重新做了2根符纸武器。很快，新的怪物出现在了地铁上。
4人团带着几个人拿着道具抵抗怪物，我一个人拿着武器来一个灭一个。至于那3人则小心地躲在我的附近，靠着手里的道具也撑了过去。我想到之前的猜想，就没有管那3人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出现的怪物也越来越强。等到怪物全部被消灭以后，车厢里已经没剩几个活人了。这时沈毅又找上我，你真的不和我们联盟吗？不结。沈毅攥紧拳头，似乎很不甘心。这时他身后却突然传来惊呼声。紫色品质的攻击道具，天呐，文文你简直就是锦鲤！沈毅扭过头，脸色的阴郁一扫而空，欲言挑衅地看向我。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，所以我尊重你的选择。4人团连带着后面的几人都得意地看向我，好像在骂我是个没远见的蠢货。呵呵，你们高兴就好喽。终点站已到达，请所有乘客携带好物品下车。看到外面时，所有人的表情瞬间僵住了。之前其他站出现过的所有怪物，全都出现在了站台上。我直接掏出一麻袋的符纸丢给那3人，直接撒给怪物，别犹豫。3人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扛起炮筒对准地铁门，第一个冲进车厢的怪物被我一炮轰嘎。与此同时，徐安炸开地铁一面，招呼我们跑出去。4人团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怪物之中，尸骨无存。我看着不断逼近的怪物，不再犹豫，开门。一个呼吸的瞬间，我包括那3人已经处在道具屋内。那3人对眼前的变化惊疑不定，外面的怪物不停攻击着我的道具屋。我召唤出萌萌，去嘎掉外面攻击房子的怪物。萌萌闻言，身影瞬间消失，身后的3人则被震惊的张大嘴巴。徐然，那5个爆炸猪你还留着吗？在。好，你把这5个爆炸猪装到你们3个人身上。我眼中划过一抹狠色，你们最好别给我动什么歪心思，不然我就先打了你们。刚进地铁时，我看到的众志成城、万众一心的标语，应该就是提醒玩家互相团结。我现在保住这3个人的命，但愿他们在通关时能发挥作用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必须确保我自己的安全。我让那3个人互相带上炸弹珠，又互相绑上绳子，我则扛着炮筒，拿着武器，仔细地盯着这3人。道具屋外，萌萌大发神威，但很快更多的怪物一起围了上来，靠着数量优势，竟然扯掉了萌萌的一条手臂。怪物的攻势越来越猛，为什么还不到通关的时候？这个游戏该不会是想让我们杀光所有怪物才能通关吧？看着源源不断的怪物，我觉得我可能发现真相了。什么狗屁众志成城，这么多怪物，1万个玩家团结也是白搭呀。此时，道具屋在怪物的攻击下也开始出现了裂痕。难道我狗王咸鱼一生一直谨慎的活着，却要嘎在这种地方？道具屋的裂痕越来越多，最后终于承受不住，彻底碎开。怪物如潮水般的向我涌来。支线任务完成，可搭配满分通关奖励，开启金色传说道具幽灵女鬼，是否当前开启？和萌萌同为金色传说的幽灵女鬼，难道就可以消灭这些怪物？我心里谈不上惊喜，但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。此时最前面的怪物已经快要扑到我的脸上。都给我滚开！巨大的吼声震得我耳朵发麻。幽灵女鬼她一手一把怪物，打得凶猛的怪物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这还是我之前用几张符纸就消灭的小文吗？怎么几天不见就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她应该不会记仇吧？随着小文捏洗最后一只怪物，眼前的世界逐渐变成白光。地狱列车已关，玩家陆建森满分通关，游戏排名第1，3次满分通关奖励，带着道具回归现实，是否兑换？兑换，当然兑换了。我这是回来了。